先抛问题：如果有一张历史剧本，它不是厚厚一卷纸，而是区区几百字的短诗，却把明清之后几百年的脉搏一针见血地点出来，你会怎么看？有人说比推背图还狠，准到发冷，也有人说不过是事后诸葛。但不管你信不信，这套出自唐代高僧名下的禅诗，诗靠14首短句，像在白纸上画出一条时间线，从明末烽烟到清朝盛衰，再到民国乱局与红色政权的兴替。前12首据称已一一贴合，而最后2首指针停在我们眼前的年代，这就是故事的钩子。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你会问，写诗的人是谁？相传法号黄渤，后人多作黄波。黄渤，福建人，少时出家，名声很响。我们熟悉的寒彻骨、梅花香一类名句，民间多往他身上安。历史里，他曾与权贵往来，讲法授徒。至于那14首诗，说明白点，不是一本巨著，只是被整理流传下来的残篇。也正因为少而精，每一首的4句读起来像谜面，解开后却像是在历史的关键路口钉下一颗路标。第一步，登一关，日月叠合成明大明，谢幕，随即江海闭，海静起，门户关，清军入关，改朝换代，年份对得上。1644猴年，明王清兴。诗里借亲身影射，亲侯相遇，胜负已分。这是把镜头怼到节点，李自成进京，吴三桂引亲，山河换姓。故事刚起，第2幕已经在路上。接着一句八牛向滇黔，把焦点拖到西南，八与牛叠作猪。滇黔就是云贵，南明小朝廷一路西走，永历帝死于缅甸，朱氏王朝在群山阴影里收尾。你说巧合也好，文字游戏也罢，解开以后那种哦原来如此的感觉，会让人想继续追下一句。2918年，丹城金谷藏民间版本里，这被指向顺治在位18年，年少亡。甚至传说削发入山，舞台青灯，室外藏身。传说未必写进正史，可诗里留了个扣，像专门等着后人来接。从这里起，镜头一路拉进清朝第2首，黑虎当头，四海底定。8岁登基的小皇帝，最后把在位年数定格在61。你不需要背历史书，也能顺着诗言走完康熙这条线，三番台湾漠北，一路打一路收。从黑虎年提灯进场到6655相加61年，古今少见的长治时间。诗不多夸，给了个唐虞之后一罕见，算轻轻一锤。第3首换人，雍正开场不藏，直接雍州。你要的情绪也有，兄弟戏强，九子夺嫡，骨肉成仇。继位之后，快刀斩乱麻，严刑峻法，摊丁入亩，励志一波，洗牌。最后再埋一个白虎岁，一周从黑虎到白虎，从登基到驾崩12年整。一周天你会发现，这些句子像小巧的卡扣，年份、颜色、纳音、故事一一扣住。第4首乾隆，2句就把气象铺满，乾卦在天，景运隆隆。对外两京川，准噶尔，回部，缅越，连番动作。对内60年，满打满算，再加太上皇的3年余温。诗里一句无残太古风，像是在给禅让氏让位点了个赞。可故事的伏笔同时落下，极盛之后必有下行，晚期骄奢与和珅权大，已经在剧本里写好阴影。第5首该轮到嘉庆丙辰龙年登基，赤龙入场，白莲教之乱汹涌而来，莲池开白花，看似美景，实为冰火。嘉庆撑过了内乱，却也不过25年，最后巧到龙年而来，龙年而去，这种龙蛇交替的影射，既简也狠。第6首道光，诗眼落在白蛇当道，年份一转就到位，勤俭与辛劳都写了，但转折在第3句，不幸之鹰从海上来。第1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天朝自负，被火炮轰得粉碎，望洋兴叹的4字感受。诗里用望洋叹洋玩了个叠影，读起来像一声长叹。第7首咸丰，国运低潮期的叠加，东南是红巾起的太平军，西北是戴白帽的回乱，中间夹着英法联军，圆明园的火成了时代照片。诗里用三三两两总堪哀，不是算术，是情绪，处处掣肘，步步受困。第8首同治，你以为乱局能就此收中，兴2字像回光，南北大乱渐平，朝廷暂喘口气，但12年再加1，少年天子英年早逝，无嗣根基空虚。
末句寒冰站立最形象，看似结了面，底下一直在画。第9首镜头拉向晚清，最后的灯影光绪，灾星连坠中法，甲午庚子，维新遭暗灭，君主被幽囚，权柄旁落，统序旁言，写的是血脉的拐弯与太后的垂帘。再加一句鼎足不是高光的合奏，是畸形的权力三角。最后的落款已经逼近1911，那声巨响。到这儿，前9首基本把清朝从巅峰唱到散场。你会发现诗里没炫学术，却句句有扣，或是年号藏字，或是颜色记忆，或是地名巧换。读到这里，自然想追问：清以后呢？第10首，民国初年，一个白虎年用武抛出北伐线索，四方烽烟再起。民意统一之后，现实的3分：一是南京政府立旗，二是东3省被拦腰切走，日伪势力做大，三是红色根据地成型，枪杆子里生政治。你说像不像三国？诗里就留了再3分的影子，最后抛下一根7载仍留一线盐的线，从918到卢沟桥，7年前夜，黑云压城，但没全黑，盐字也像暗注，延安火种未灭，且在暗处成长。第11首，抗战胜利转入内战，鬼生愁的转笔很毒，外敌退却，为迎来太平，半壁江山争夺，山河再洗牌。诗里丢下一只金鳌海上，具备载舟，你很容易联想到台澎金马，政权携海岛立足，正统法统续命。尾句写八面下秦州，八路新四的八字呼应，起于陕甘宁，扑向四野，画面感出来了，旗帜翻滚，版图重绘。第12首，不忘台湾的后章，一个忠心复临的称赞，落在另一个名字上，蒋家父子。70年代的10大建设，工业底盘，外贸腾飞；80年代迈向政经转型，解除戒严，开放党报。诗里给了个要得宜，既是得也是度，时间线也对，从1949迁台到80年代中后约莫36年，偏安36的刻度与现实能对上。可同一时间，坐看境外雪如泥，海峡对岸的政治运动与灾难一波叠一波，留下沉甸甸的伤痕。这一正一反，诗笔很冷却有效。到此为止，前12首的扣合感差不多营造完了，强行圆吗？当然有人会这么问，但我想给你的阅读感受是，就算把神秘色彩拿掉，它仍然构成了一条好用的叙事线，让你把几个世纪的关节用最少的语言串起来。真正让人心里一紧的是最后2首。第13首，镜头推到红色王朝的兴衰，第一句就埋雷：赤丑、或属、同见、韵不同。你把年份拉到2个节点，会发现理解的钥匙开始咔嗒作响。前一个节点，鸿运当头，版图定型；后一个节点，内外挑战叠加，口碑与信用线齐跌。第2句，中原好景不为功，是把增长的成因拆开，人口红利、全球资本、技术引入、土地与环境的高消耗叠加成了一道繁荣的表象，而不是体制天然的魔法。这句下得重，却切中很多人当下的直觉。第3句更现实，南来之君，西方再见。你看近年的台海与南海态势，海空兵齐平仍，联合演训成常态，地缘与供应链同时重排再见南军，就像是在地图上画了一个粗粗的箭头。最后一句把悬念拉到极致，一个金蛇落点，像写着中场的提示牌，它到底指向传统纳音的某个循环，还是指向贵重而关键的一年？诗里没有把话说死，留空白，也留阅读自由。但叙事的节拍已经给你前12首已验的心理暗示，叠加第13首的临界点。读者天然会问，那最后一首说了什么？之间在哪里落锤？好了，钩子埋足了。接下来我会把第14首的诸种解读与当下2025年宏观脉冲的交叉点一并讲清。货币与就业，地产与财政，制造与出口链重排，资本外流与汇率，灾害与韧性，以及最敏感的地缘误判风险。这些硬指标与软变量如何与预言叙事互相映照，同时也提醒你，传奇归传奇，真实世界看数据与机制。这样讲，既不过度神话，也不浪费这个故事提供的结构化记忆。第14首是整套诗的压轴，前13首已经收割信任，让人觉得句句都能找到影子。那么最后一首自然就成了放大镜，它没有写得很直白，而是留下了几个让人发毛的意象：红日将隐，群星乱舞，海风骤起，天地换主。
这是后人转述的常见版本，你会发现和前面藏年号、点地名的写法不同，这首更像一幅画：夕阳西下，星斗纷乱，海上狂风，天地震荡。诗句给人一种历史要翻篇的直觉。怎么解？红日可以影射红色政权辉煌一时，却终究要落，群星乱舞，像是多方势力角逐，权力中心失序，海风骤起，台海、南海都在呼应，天地换主，则是最重的一句，意味着天命转移，是不是夸张？我们别急，先把现实时局拿出来对照。回顾这几年，中国的经济轨迹清晰可见， GDP 增速从过去的高歌猛进一路下滑。2024年的官方数据勉强守在5%左右，但民间体感远远没那么乐观。青年失业率，官方干脆一度停报，后又改统计口径，结果依旧居高不下。房地产长达20年的红利彻底熄火，恒大、碧桂园先后暴雷，地方财政靠卖地的老路被堵死，股市连连下挫，散户哀鸿遍野。你会发现，红日将隐，很容易被套进这种语境。再看群星乱舞。这几年，区域与全球格局加速重组，美国强化亚太同盟，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都在军事合作上加码，印度在经济与地缘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欧盟虽摇摆，但在关键科技供应链环节逐渐与中国产生去风险的分离，再加上中国国内民企信心受损，资本外逃，社会情绪弥漫焦虑，表面是一片万星拱日，可诗里说的是乱舞，暗示秩序要乱。这种对照耐人寻味。海风骤起就更不用说，台海局势过去几年已经从偶尔军机绕台变成了几乎每日的常态化出动，南海更是热点，美国军舰、菲律宾补给、人工岛争夺，每一环都牵动国际神经。如果真要触发冲突，很可能就在这片海域，海风骤起，像是给未来几年定下了场景基调。最惊悚的还是最后一句“天地换主”。这句话有人解成政权更替，有人解成世界格局大洗牌。放在2025下半年，你会发现这句话恰好是个时间锚。为什么？因为很多宏观趋势正好在这一年临界。人口结构，中国人口自2022年见顶后，老龄化速度惊人。2025到2030会是抚养比飙升的起点。债务危机，地方城投债总额高企，光长息就让财政透不过气。2025到期的债券规模创下新高，产业链重排，越南、印度、墨西哥的制造业承接势头越来越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开始松动，国际对抗，美国2024大选已定，新一届政府无论是继续打压还是转向，更激烈的脱钩博弈都会在2025展开。这些应变量叠在一起，就让天地换主显得不再只是虚词，而像是对未来的警告。一个旧秩序要谢幕，一个新格局要上台。当然，这并不是说预言100%应验，历史不会因为一首诗而转弯，但人类有时候需要这样的镜子，去把模糊的趋势看清楚。哪怕诗本身只是巧合，读它也能让人意识到，没有哪种繁荣是永恒的，没有哪个政权能靠蛮力和运气长生不老。那么普通人该怎么办？别光看红日隐没的戏剧化场景，更要记住3点。看现金流，无论宏观多震荡，手里有稳定现金流才是护身符。公司、个人都一样，必单一依赖，不管是收入来源、投资组合还是信息渠道，都别绑死在一根柱子上。记住周期，历史走过无数次循环，盛极必衰，衰极复盛。你不能控制周期，但可以在波峰波谷间保护自己。如果黄渤禅师的天地换主真要在2025下半年应验，它可能不会以一种单一的方式出现，而是3条平行的轨道，任何一条都足以改写命运。第一条，温和落地，这是最理想的场景。体制内部在看到压力时，选择有限改革，比如逐步放开市场管制，恢复民企活力，让资本重新回流，在国际上缓和姿态，不再死磕，而是学会边斗边和。财政债务采取延展和分期方式，不让系统性风险暴雷。就像当年90年代的南巡讲话，一生转弯让经济获得了20年的喘息。如果真走这条路，预言里的换主并不是政权换，而是治理逻辑换，从极度控制转为务实求存。普通人要做的就是抓住这段喘息期，把自己的资产和技能布好局，因为这种温和期可能只给一次。
第二条，金融震荡，最危险但也最现实的可能。现在中国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 GDP 的3倍，很多地方政府靠借新还旧，一旦资金链断裂，就是连锁反应。2025年大量城投债到期，如果中央不能完全兜住，可能出现信用坍塌，连带银行、房企、股市全盘动荡。你会看到失业潮，人民币加速贬值，资产价格剧烈下跌。这种时候，所谓的红日将隐，就不是文雅的落日，而是烈焰熄灭。普通人最该做的是现金为王，别盲目加杠杆，保流动性比追收益更重要。房产可能失去避险功能，反而小额分散的硬资产更靠谱，比如黄金、美元、储备，或者能在危机中用得上的技能。第三条，地缘误判，这就是海风骤起的另一种读法。如果当局在内部压力下选择以外部冲突来转移矛盾，比如对台动武，或者在南海与美国盟友发生摩擦，那么很可能点燃一场难以收拾的冲突。别忘了，2025年正值美军更新印太部署，周边国家也在重新站队，一旦擦枪走火，规模不会小。这种情况下，预言里的天地换主可能不是体制内部的转弯，而是外力介入下的重组。对普通人来说，这类场景最难防，但有一点可以做，把资金、资产、信息留有海外出口，哪怕不移民，至少保证一部分储蓄和资源能在体系外存在，避免被整体风险吞没。看到这里，你会发现，预言不是让人沉迷神秘，而是像一盏冷冷的灯，照亮可能的岔路口。最讽刺的是，不管历史怎样演绎，普通人总是被裹挟，但正因如此，才更要学会在大时代里保护小日子。换句话说，不管是红日落山，还是天地换主，都意味着一个旧周期结束，一个新周期开始。而我们能做的不是吃等奇迹，而是提前布局，不被动做棋子。第一种样貌，区域化世界。如果天地换主在中国应验，那么最大的连锁反应就是全球秩序碎片化。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是大趋势，中国是世界工厂，所有产业链都围着它打转。但一旦这个模式断裂，生产会向区域联盟集中，东南亚、印度、墨西哥、东欧都会分到一块蛋糕。未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大市场，而是几个区域自己体系。对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机会会变得更分散。某个国家的经济不再能决定世界，投资和就业要学会跨区分散。第二种样貌，数字货币与能源绑定。别小看这一点，过去美元霸权靠石油，靠 SWIFT。现在美国在推行数字美元，中国在推行数字人民币，欧洲有数字欧元。未来货币可能直接和能源产出挂钩，甚至通过智能合约自动结算。想象一下，如果电动车和清洁能源成为全球主流，谁掌握电池、稀土、核聚变，谁就掌握新货币的底层逻辑。这意味着预言里的天地换主，也许不是换一个朝代，而是换一个文明基准。普通人要理解，这就是为什么黄金、电力、能源、科技股会成为长线的护城河。第三种样貌，政治结构的去中心化。旧时代是帝国逻辑，一个中央集权控制一切，但 AI、大数据、去中心化技术会让这种模式越来越难维持。想象一下， AI 可以替代部分官僚体系，区块链可以绕过传统银行，去中心的社区自治可以直接挑战旧的垄断。也许未来不是一个超级帝国，而是多个小网络体制彼此竞争又合作。预言里说群星乱舞，放在这里就非常贴切，不是混乱，而是去中心化的秩序。普通人能做的就是学会在这些小网络里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而不是一味依赖某个大政府。第四种样貌，文明价值的重构。这一点很多人忽略，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最终会逼迫人类重新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无限制增长，还是有质量的平衡？是被算法和 AI 推着走，还是保留人的自由与温度？佛教寓言里常说盛极而衰，但也暗示衰极生机。也许所谓的换主，最终不是某个政权垮台，而是人类整体从旧的价值观里走出来。普通人该做的，就是在喧嚣里保持自我，不要把全部人生赌在一个政权、一套体制上，而是找到自己的精神坐标。第一条，现金流优先，资产分散。不管未来是温和落地金融震荡，还是地缘冲突，能让你活下来的不是幻想中的暴利，而是稳定现金流。
别迷信房子永远涨，也别把钱全砸进单一赛道。一个实用的比例是1/3放在流动现金，包括外币、黄金、小额分散投资；1/3放在稳健资产，比如能保值的企业股权、核心科技类基金；1/3留作防御、医疗、保险、技能、投资。这样不管遇到通胀、债务危机还是政策突变，都不至于全盘被锁死。第二条，技能升级，避开夕阳行业。预言说天地换主意味着旧的秩序要谢幕，房产中介、低端制造、传统出口这些依赖旧模式的行业未来风险最大，而 AI、能源、新农业、数字安全、心理健康却会在新周期里越走越强。对普通人来说，最硬的护城河不是存款，而是能在新世界里立刻变现的技能。你要问自己，如果我的行业突然消失，我能靠什么吃饭？越早升级，越能在混乱中站稳。第三条，信息要多元，不做井底蛙。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信息太单一。你如果只看官方数据，会以为形势一片大好；只看网络谣言，又会以为明天世界就完了。正确的方式是多渠道交叉验证，官方口径加国际媒体，加数据趋势，加身边体感。比如失业率，官方停报，但你可以看招聘网站的岗位数。比如经济景气，你可以看电力消耗、物流订单，这就是信息护城河。谁掌握准确信息，谁就能提早动作。第四条，心理建设，别被大势裹挟。周期变化最大的杀伤力其实不是经济，而是人心崩溃。一旦恐慌蔓延，人们会做出最糟糕的决策，在高点追涨，在低点割肉，在风口乱投机。你要做的不是去预测明天涨跌，而是给自己设定纪律。比如永远保留6个月生活费现金，不碰不懂的东西，不把全部情绪绑在单一预期上。你要能承受波动，才配得上未来的机会。第五条，留一条外部通道，这一点常常被忽略。无论是资金、关系、人脉还是信息，都要留一个体系外的出口。哪怕不移民，也可以考虑留部分资产在海外平台。哪怕不出国，也要建立能随时获取外部视角的渠道，因为在关键时刻，体系外的出口就是呼吸口。这就是海风骤起给我们的启示。你要有一扇窗子，能在风来时打开。你会发现，这5条其实就是一个底层逻辑：别赌天命，别信永恒，把命运分散到多个篮子，才能活过周期。这样，当2025真的迎来那个金蛇运椅中的节点，不管它表现为温和转向，还是金融危机，还是地缘冲突，你都不会被一击致命。回望这一路，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14首诗，12首已验，剩下2首正对着我们眼前的岁月。从明清更迭到鸦片战争，再到国共分裂、两岸殊途，1000多年前的禅师仿佛在写我们今天的新闻。当年的读者把它当谜语，当传奇，而今天的我们却要直面它投下的阴影，因为2025年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而是触手可及的明天。问题来了，如果真如诗中所言，金蛇运已终，那我们该怎么办？是盲目等待，还是提前布局？答案其实早已写在历史里。明朝的百姓如果早一点明白朝代将亡，就不会在乱世中束手无策。清末的士人如果早一点意识到大国压境，就不会被困在旧梦里。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每一次周期更替留下的不是废墟，而是提醒：盛极必衰，衰极生机。所以预言并不是要我们沉迷神秘，而是要我们清醒，清醒地看待经济的假繁荣，清醒地看待政治的虚承诺，清醒地看待世界的风暴。最终决定命运的不是预言，而是你自己。你有没有分散风险？你有没有保住现金流？你有没有升级技能，搭建信息护城河？如果有，那么无论天塌地陷，你依然能在废墟上站起来。黄渤禅师在1000年前点下天地换主的伏笔，也许真的是天意，但天意再大，留给人的空间也还在。正如一句老话说的：天道不可逆，但人心可以顺。当2025的大幕拉开，我们可能会见证一个政权的谢幕，也可能会见证一个文明的重构。无论是哪一种，你和我都只是历史洪流里的小人物。但只要我们提早清醒，就不会被洪水卷走，而是能抓住下一个浪头。也许真正的预言不是告诉你谁输谁赢，而是提醒你大势无常，
小心为安，保持清醒，就有未来。